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8月12号中午发生在杭州世纪中心门前的一幕啊，很多穿着黄色骑行衫的骑手啊，来到了门前啊，他们口中都在高喊着道歉道歉。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啊，就在这天的中午啊，很多外卖骑手的群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是有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啊，暑假的时候啊，兼职要去跑外卖，结果她把外卖送到了世纪中心门前的时候啊，这保安刁难她，不让她进。结果这个外卖的女大学生急了，就把一个栏杆给踢倒了。结果这保安不依不饶啊，就强迫这个女大学生下跪，还要罚她200块钱。在这个群里头啊，就流传着一幅照片，依稀中间有一个人跪在了地上，那当然看不出男女啊。结果这中间就配上一行文字：他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既然这个保安不把我们外卖骑手当人看啊，兄弟们啊，不管你是尾团外卖的还是饿了么外卖的兄弟们，2点钟之前大家全部聚集在世纪中心门前，我们要讨一个说法。那你想想，这些外卖小哥啊，平时啊都有微信群来互通消息啊，一呼百应啊，因为这幅照片啊确确实实触动了他们的内心。你想想，一个女大学生是吧，人家暑假为了挣一点钱，然后去跑外卖，结果就因为到了门口你刁难不让她进，结果就强迫人跪在了地下。你想想是吧，作为一个外卖骑手怎么能不动容呢？于是乎啊，一时间2、3点钟的时候啊，这世纪中间门前一下子就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外卖骑手。他们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就高喊道歉，你必须出来给一个说法。为什么这群人怪他们，叫他怪人？里面的外卖全部给他，要么在门口，要么一个不接。他妈的谁送，他妈的谁真不是人。在中国啊，外卖骑手聚集在一起，你不管是什么人聚在一起吧，这都称之为聚集性事件。所以警方啊，当时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呢，就把双方进行隔离，就是让你这个外卖小哥啊跟这保安之间也不要发生这样冲突啊。那当时啊，这外卖小哥啊情绪都比较激动啊，他们有些跟警察之间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啊。那外卖平台一看就急了，因为外卖平台啊，说句心里话，在中国也是被重点监控的。为什么呢？因为外卖平台上的骑手在中国现在差不多已经将近1000万了啊。对于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来说，他们是非常担心类似于像外卖平台聚集的这些骑手们能够形成的群体性事件的。所以外卖这些平台本身呢，也为了避钱，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的骑手进行聚集，所以他们当时啊采取了2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世纪中心这个地方不再派发外卖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派外卖单的话，骑手赶到这个地方一去取外卖或者送外卖，一看有人聚集在一起，一听是因为女大学生被逼下跪，那肯定就是加入到这个聚集行列了嘛。所以先把这个单给停了。其次呢，这个很多外卖平台就在这个中心里头讲，他说不许到现场啊，你要到了现场之后给你封号，封号的话，你几天你就不能派单了。但是毕竟啊，到现场的已经有好几百号的这个外卖骑手了啊，那么他在现场已经形成了一个聚集效应。那么警方到了现场之后呢，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就把这个物业公司里面的保安的队长啊，就带离了现场，把那外卖小哥呢也带离了现场，就是下跪的外卖小哥啊，说是进行调查。当天下午啊，这警方呢就公布了一个警情通报。这警情通报里头就说啊，他说有一个男骑手，当时呢是翻越栏杆，是吧？去到里送外卖，把那个栏杆啊给弄歪了，结果呢就被保安呢给叫住了。叫住了之后呢，这外卖骑手啊就担心影响他下一单嘛，因为中国的外卖骑手啊，一般来说，他骑行的这个车上都不是装一单的，都是装了顺路的好几单的。那你这一单耽误了时间，你下一单岂不就是耽误了吗？就有可能是误点吗？所以这外卖骑手一着急就下跪了。所以警方通报的这些信息，你可以看到了吗？不是女大学生，
而且是这个外卖骑手自己愿意下跪，自己主动下跪的，不是愿意下跪的啊。那这个信息呢，跟我了解的信息也大差不差，因为我在杭州那边也有一些朋友啊，我也问了这些情况，他们讲啊，这个世纪中心啊，位于西溪湿地那个地方啊，它这个只有一个门，它是一个商住两用楼啊。那么对于这个外卖骑手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正常的门进去，但是小区的保安一般都会禁止这个电动车进去，就是你外卖骑手，你必须把电动车停在门口。那对于这些外卖骑手来说，他如果把电动车停在门口，要走到院子里比较深的那个楼里去送外卖的时候啊，可能就得跑半天，耽误时间嘛。所以就有一些外卖骑手就发现啊，他从侧面旁边啊那栏杆那地方翻进去啊，他离里面的楼比较近，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时间嘛。但是这毕竟是违规的行为，保安就发现了嘛。而且那天下跪的那个外卖小哥的确把这个栏杆给弄歪了。那至于他有没有让这个外卖小哥罚钱200块钱啊？我也问了，他们说，那你说这保安肯定是没有什么权利罚钱的，但是那个外卖小哥呢，他毕竟是把这个栏杆给弄歪了，他有责任有义务要赔偿，这是一个正当的权利嘛啊。但是那外卖小哥可能当时一着急，你想想200块钱，200块钱可能就相当于他一天的收入啊，所以一着急就自己就这么下跪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大致就是如此啊。但是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也包括我最早看到那个外卖小哥啊跪在地上那幅照片的时候啊，心里的情绪也确实受到了触动。我就在想啊，仅仅就算是200块钱啊，这个外卖小哥就自己就咔嚓就跪到了地上了。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啊，男儿膝下有黄金呢，一般轻易是不下跪的。但是就是200块钱，这个男人他的尊严他就一点都不在意了。为什么？他为什么就是说，就是宁愿跪在地上，也希望这个保安能够及时放过他，马上让他去送下一个外卖单子呢？我这2天我在看这新闻的时候，我也搜杭州相应的新闻呢，我就发现他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在杭州也有一个外卖小哥，他可能是因为交通违章，在那马路上被一个警察给拦了下来。结果这一幕呢就被别人给拍了下来啊！当时那车倒在了地上，这外卖小哥呢也给警察咔嚓就跪在了地上。这警察不能说你跪在地上就不管了呀。结果这个外卖小哥突然情绪就崩溃了，他从跪在了地上就站了起来，他就高喊了一声：“我不想活了！”能知道吗？然后就从马路中间穿行而过。看了这个视频呢，人心里头是五味杂陈呐，不是滋味啊。想想这些外卖小哥啊，仅仅就是因为跟交警之间发生的那样一种冲突，或者面对一个物业公司要求他赔偿栏杆的这样的一个200块钱的这个客单价，他们就选择了下跪。这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到底内心里是有着怎样一种情绪，才使得他们这个群体的弦绷得这么紧，才使得他们的漆变得这么软？这是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最想探究的一个问题。正好啊，就在这个新闻发生之前的前几天，中国国内的院线上映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逆行人生》。这《逆行人生》的电影的导演呢是徐峥。徐峥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拍的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当时在国内非常火爆啊。他拍的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些争议，有人就是说这是富人养穷人，让穷人掏钱去看。当然，我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啊。我觉得电影实际上啊，其实不是穷人才能演好穷人，而是有演技的人才能够演好电影。你别看那盗匪，实际上你真搞一个小偷来，他未见能演好啊。是吧？真的有演员才能演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评论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啊。所以我这2天为了这个新闻，我也千方百计都找到了这部电影啊，看了一下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啊，在中国拍电影可真不容易，是吧？这部电影呢，说不上它是消费苦难，因为有人说是歌颂苦难、消费苦难嘛，我觉得谈不上，是吧？他把这个整个外卖行业的那个苦难啊，和包括他那种丛林法则介绍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由于中国现在的电影审查体制啊，它必须要在树立一个光明的结尾。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呢，就是一个 IT 男，在40多岁，在公司里虽然是主力啊，一夜之间就被裁员了，正好赶上自己家里的房贷要还，然后呢，家里的存款又 P2P 爆雷了，自己的父亲呢又被送到了 ICU， 自己的女儿呢又要上国际学校，万般无奈之下，求职无门之际，最后不得不披上了黄色的骑行衫，开启了外卖。在这个外卖的过程中间，他体会了人生的五味杂陈呐，也体会到了这个平台啊算法这个激励之下对外卖骑手的这样一种推动。在所有的外卖平台里头呢，基本是有2个评价体系。一个评价体系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准点率，30分钟之内你必须送到客户手里头，你过时间了就要扣你的钱。第二个呢，就是差评率，因为你要是给客户提供服务嘛，客户如果要是给你打差评，你还没有办法申诉，你申诉还没有用，那么也要扣你的钱。这个男主人公一开始啊，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啊，但是后来呢，他因为他是 IT 男嘛，他研究这个算法啊，他研究这个路线呢，最后呢，就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改变自己，然后最后他这个才华又被平台给发现了，又让他重新到美团那里头去做了一个程序开发员。看起来好光明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啊，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现在有将近1000万的外卖骑手，他们的生活实际上远没有电影中间所描述的那么光明。在这个外卖群体中间，也没有那么多善良和乐观的情绪，更多的都是疲惫和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算法推荐下，每一个骑手的工作时间都超级长，他们跟同事之间甚至可能也没有工作之外的联系，他们就是每天变成了一个跑行的机器。4年前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一篇文章，人物杂志发表的，就叫美团骑手啊被困于系统中。这篇文章啊，当时在互联网上被刷屏了，但其实这篇文章它的主体写作逻辑是根植于有一个叫孙平的这个学者啊写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就是中国外卖平台下的算法和劳动。这篇文章啊，它实际上揭示了在外卖平台下，这个在算法推动之下，这个我们的普通骑手啊，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研究就显示啊，这个外卖的骑手啊，一开始啊，这算法平台啊，最开始给每一个骑手的就送单的时间呢是37分钟，但是经过了2-3年左右的时间啊，就慢慢的这个时间在缩短，变成了32分钟，最后又变成了30分钟。这30分钟啊，就变成了一个标准时长，就是从你接单到把这个外卖送到客户手里就是30分钟。为什么从37分钟变成了30分钟呢？那是因为算法优化的结果，因为有大数据嘛。这个从美团外卖再到饿了的外卖都有自己的算法逻辑，这算法的逻辑其实就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就是说你只要一开始接单，这整个后台数据就帮你来优化，你在这个跑行过程中间还能顺路接什么其他的单，然后你在过去的过程中你怎么跑这个路，你才可能最优化，就是一路过去之后你可以送几个单，然后在这个所有的算法优化的情况下，最终它可以算下来，可能97%以上的骑手都能够在30分钟之内完成。于是他就制定了一个30分钟的标准。那么这篇文章就讲到了，在这样的一个算法逻辑之下，然后呢，整个这个平台对这个美团的骑手的管理呢，又进行了分级管理。这分级管理基本上就分为什么白银、青铜、黄金、钻石、王者，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级别越高，你的补贴的奖励金越多，每个月跑的单越多，你的奖励金也越高。那于是乎啊，这些外卖的骑手就在这些算法的推动下，就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跑行机器。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这些骑手本身的安全和健康。这电影里头也讲了啊，那么他骑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车祸啊什么之类的。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呢更残酷啊，比如上海这公布的2017年的数据啊，每隔2.5天就有一个骑手啊发生伤亡事故。而这个成都那边公布的数据呢就更残酷了，他当时调取的那个7个月的数据里头显示呢，平均每天都有外卖骑手啊发生伤亡事故，这个数据是非常之高的。当然他们不仅仅危及自己，也危及其他公众的安全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算法推动之下，
骑手们发现，他如果不抢红灯的话，他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那很多人就要问了啊，那么为什么外卖骑手呢就愿意从事这样的一个算法推动下的奔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啊，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自己的观点是啊，这个外卖这个工作大家都知道，它的门槛特别低，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你只要有一部车，披上一身衣服，你就可以工作。但是它是在中国男性就业群体中间啊，不需要什么技能，门槛又很低，唯一一个可以拿到相对较高工资的这么一个职业。因为啊，美团外卖曾经公布一个数据啊，就是美团外卖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2.1%的骑手呢，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拿到1万块钱以上。1万块钱以上，可能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但是对于一个付出体力劳动的蓝领来说，这个数据并不是特别容易拿得到的。你要是跟其他的职业相比，你比如说有些职业也可以拿到一个较高的工资啊，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啊。你比如说，你开出租车，那有可能拿到啊。但是你出租车是有专业技能的，你必须得能考到证，而且对出租车这个司机本身还有一些要求。你比如说你装修的过程中，那个泥瓦工现在收入很高了，一个月能拿1万块钱。但是这个工作你必须要干几年，你有足够的职业积累才可以。但是外卖这个骑手不需要，几乎不需要，你就会骑电动车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月1万块钱。你要知道，这全国2.1%啊，这几年的数字可能还在增加。那么很多大城市来讲，比如说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城市啊，可能就有更多的骑手一个月能拿到1万块钱。这1万块钱对于这些外卖骑手的家庭来说是有十足的吸引力的。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安全甚至劳动保障根本不重要，他更多的就是在意那每个月多收入那几千块钱。在他们那份报告里头就提供了这么一个案例啊，他说啊，肯德基的就是这个外卖，他们有自己的配送员啊，他们自己的配送员啊，其实劳动压力没有那么高，每个月的配送单可能也就是500-600件，而每一单的价格也比较高，都可以达到9块钱。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肯德基自己的配送员呢，一个月的收入啊不会超过7000块钱。所以呢，就很多肯德基的这个配送员呢，最终都辞职去跑了美团。为什么呢？因为美团外卖你拼命去跑，你每个月能拿到1万块钱，那么多的这3000块钱啊，对于很多外卖骑手来说无比之重要。所以他们可能不太愿意从事那些相对来说舒适但是收入较少的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收入高那么3000块钱来讲啊，对他们来说分外的重要。这呀，其实啊，就是美团这个外卖骑手啊，在算法推动下，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有些人呢也会谴责啊，说这个美团这个公司啊，就是他们太歹毒的资本家，压榨工人阶级，压榨这个外卖小哥，他们就不能对外卖骑手好一点吗？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都这么讲。但其实啊，这个指责在我看来也没有多少道理，因为美团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啊，它的财报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团自从上市之后，2019年以后啊，它开始扭亏为盈。但是扭亏为盈过程中间，你去看一下，它在配送业务上，它实际上是亏损的。在2019年的时候啊，它的配送业务呢，它的收入是150亿，但是成本呢是200亿，但是亏损率呢大概是30%。那么到了2021年的时候啊，它的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亏损率下降到了7%，相对比较低了啊。但依然是亏损的。那么到了2022年的时候，由于疫情的原因啊，整个美团外卖巨亏200多个亿啊。2023年的时候也在亏损，但是今年据说啊已经要开始重新盈利了。但即便如此，你可以看一下美团外卖这样的一个分类不同的收入里面啊，它的配送业务直到今年它仍然处于亏损状态。它的平均每一单呢亏损呢大概是0.3到0.4元。美团之所以能够盈利，它靠的是其他方面的盈利，比如说美团的酒店业务啊、专送业务啊，或者说什么到店业务啊等等，那些本地业务的收入啊，弥补了美团在配送业务上的亏损。所以你要说美团去压榨和盘剥骑手，其实这个本身也不客观。那问题究竟出在哪了呢？问题其实就出在了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向上走的这么一个经济体中间，
这些劳动力啊、家庭啊，他们缺少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就是更看重自己的收入。而在这种算法推动的情况下，算法的平台跟这些骑手就共同营造了一个相对来说让别人看起来无比心酸的这样的一种职业选择。这些外卖骑手啊，通过拼自己的体力，通过拼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冒险精神，拼自己闯红灯的能力，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他们认为较高的收入。我看到他们的命运的时候，我常常想啊，我觉得这些外卖骑手从事的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讲，有点像那些女性的出卖肉体的职业。因为那些女性嘛，她们出卖的自己的身体嘛。对于这些男性的外卖骑手来说啊，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性资源可以出售，但是他们能出售的是他们作为男性的这个性别的优势的资源，就是体力和冒险精神。但是啊，这两种职业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尊严，哪怕收入都比较高。你想，小姐们收入再高，有尊严吗？他们面对客户的时候，他必须是保持微笑，但是在那个逆行人生的这个影片中间，是吧？他是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那平台还要求他不停的微笑。你说他微笑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他有尊严吗？没有尊严。对于他们来说，钱永远比那尊严要重要的多。所以那外卖小哥在碰到了栏杆的时候，在那个保安要求他赔偿200块钱的时候，他才会下意识的跪到了地上。因为对他们来说，尊严不算什么，钱更重要，生活的压力，解脱生活的压力更重要，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嘛。但是啊，我在想啊，这个群体啊，他们在出卖自己尊严的时候，他内心是心有不甘的。每个人，我在想，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都有自己尊严的需求嘛。所以啊，你就说当他们下跪的时候，他们心里头能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状态？显然不是。所以当他下跪的视频呢，当他下跪的照片被其他同行拍下来，传到了这个群里的时候，就激起了这些同行们的情绪反应。你想想，女大学生被逼无奈下跪，然后呢又被罚款200块钱，就成为了一种情绪动员。所有这些外卖小哥内心里压抑的这种平时啊，这种尊严被随意丢弃的那样一种职业现实，就一夜之间就喷发了出来。所以8月12号这一天中午的时候，这些外卖小哥就在这种半真半假的信息的聚集之下，聚集到了世纪中心门前，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这些外卖小哥啊，为什么会把这怒火指向这些保安呢？我觉得也有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保安平时啊跟外卖小哥就有利益冲突，因为外卖小哥要进小区嘛，保安呢要维护小区的秩序嘛，所以呢，保安和外卖小哥之间平时会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口角，因为保安不让他们进，或者限制他们上什么电梯，或者说他们的车不让他们进等等。所以呢，这些外卖小哥对保安就有怨言，这是第一。第二，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外卖小哥来说，你说他们能把他们平时心中压抑的这种怨气发泄给平台吗？不敢吧，因为平台攥着他们整个的经济命脉，攥着他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计，他们不可能去聚集在一起去对付平台，对付平台他们也没有胜算，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怨气对准警察。所以他们只能去对准这种保安。所以在这个新闻过程中，有人说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其实不是底层互害，因为弱者实际上在生活中间发泄的时候，你会发现了吗？常常就是会把这个宣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施加给其他弱者，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很少会把这种发泄情绪的对象就对准一个强者。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杭州外卖小哥下跪的事件啊，其实整个背后的逻辑正在于此。说句心里话啊，说完今天的新闻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背后，我们该去谴责谁。因为你会发现啊，就像那个外卖骑手困于这个算法之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主导这个外卖骑手啊，不断的往前奔的，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存在，它是一个算法，它是一个虚拟物，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资本家，它是一个在算法驱动下每个人都在往前奔的这么一个所被控制的一个数字化的生活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的背后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劳动保障，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外卖小哥的生存状态。我在日本呢，我偶尔也点过外卖，我发现日本这边的外卖呢，骑手啊，收入第一方面很高，比一般的打工的要高。在东京这个地方，一个月可以挣3到50万块钱日元啊。其次呢，实际上他们整体的状况啊，也没有这种像中国国内的这种算法压迫。对你就比如说，他们没要求他必须30分钟赶到，1个小时赶到等等。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整个日本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高，社会保障水平也高，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蓝领工作普遍的收入较高的现实。但是在中国呢，由于现阶段这种蓝领的社会供给啊远远大于社会需求，所以导致了大量的这种社会灵活就业的人涌进了外卖这样的一个门槛较低的平台。于是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为了能获得一个较高收入的那么一种可能性，拼命的往前奔波，不停的去闯红灯，不停的去飙车。这是两种社会制度下，也是两种生活水平下的不同的劳工的生活图景啊。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想说几句啊，就说完今天这个故事啊，我似乎啊不知道该这个节目中间去谴责谁，因为你说外卖小哥是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算法压力，生活就在那种紧张的时间压迫之中。我们每个人闲暇中间的10分钟打个盹儿，他们呢可能就是一天中间可能决定他是否有收入的这么的一个关键。所以啊，他们呢实际上脆弱的就像一张纸。有的时候啊，看到这些他们去闯红灯，看他们去翻越栏杆啊，你也会觉得非常可恨。但是同时呢，又觉得他们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对于那保安来说，他们要维护这个小区的这个秩序啊，那么要基本上维护小区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权利啊，他们的做法似乎也没什么问题。那平台公司呢，他们其实啊，通过这种算法啊，它也是这么一种压迫中间产生的。有人说不能提价吗？我也跟有些人交流过啊，算法公司算过，哪怕提1块钱，整个订单可能会陡峭式的下降。因为大家整个这个社会，大家的收入水平都不高，每天点外卖的群体，他们的价格就是如此敏感。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嘛，经济水平不行嘛。如果我们的收入水平都高了，这样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干了，或者说大家也就愿意让这些人拿较高的工资，比较从容的态度去从事外卖这个工作。但是在当下这个阶段，或许这可能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当然我也在想啊，那么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实质发展、没有突破的这么一个现状下，我们每个人对那些逆行的人群，可能啊多一份爱，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体贴啊，可能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看到杭州市警察那个警情通报的时候啊，我当时啊还心里一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警方的通报啊没有那么冷冰冰，他这里还提到了对这些外卖小哥啊要尽量多一份体贴，要尽量的人性化执法。毕竟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啊，可能都有顺境有逆境。我们不是个社会中间不同的人群呢，总是有一批人在不断的逆行。我们如果对这些人多一份体谅，那我们这社会不也可以变得稍微好一点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再也不希望看到有人呢，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小事情就轻易的下跪。我希望每个人，哪怕他是从事着这样外卖的工作，他们呢也不至于脆弱如此，轻易的就跪在了地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2点半回来，我2点半过后回来歇一歇。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我差评？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我差评？你哪个女的走的？你告诉我，你哪个女的走的？我错了。能知道吗？这是条狗吗？要这样锁住？这不是条狗啊！他闯岗了。他闯岗，你也不能这样对待，这是人。说了几次啊？这是人。已经到杭州了是吧？对，已经下车了。那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今天晚上不住杭州，我在这边溜达一圈，跟朋友吃个饭就早上4、5点钟就回去了。啊，我们这边有个核查，说是你这个什么去那边什么洗手什么事情啊？有这回事吧？有，但是跟我没关系。我这边来杭州是玩的。今天我没有，我白天我看到那些视频了，他们那个什么，不是有好像很多人过来嘛？我白天我不在现场，然后现在夜里面过来了，这边又没有什么人，我没参与。我解释一下。啊，就是上面说的那个事情没有了。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没有参与过，我只是如果说非要有关系，那就我就发了一个在抖音上发了一个关于他的视频，说我过来看看，但是我没有参与，就是说我属于那种路过来看看。